身为父母，请记住这句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，却关乎生命底色的忠告：千万不要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个霸凌者。最令人心碎的教育悲剧，往往不是来自外界的狂风暴雨，而是来自那个最温暖的港湾里，以爱之名挥向孩子自尊心的利刃。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，都需要为了生存而学会讨好或隐形时，他其实已经是个精神上的孤儿了。在南方一座潮湿而繁忙的城市里，生活着一位叫林姐的理货员。她在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，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庞大的、充满人造光线的迷宫里，将那些被顾客随手乱放的商品归位。她的工作充满了对秩序的执念，罐头必须正面朝外，标签必须平整，货架必须像尺子量过一样笔直。在林姐的世界里，混乱是不可饶恕的，因为混乱意味着失控，而失控意味着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里，随时可能被淘汰。林姐有一个8岁的儿子，小名叫豆豆。豆豆是个心思细腻但动作有些慢吞吞的孩子，他喜欢盯着路边的蜗牛看很久。写作业时，字迹总是大大小小飞出格子，像是一群不受控制的鸟。每天傍晚，当林姐带着一身从超市冷气里浸透的疲惫回到家，她那双在白天习惯了纠正错误的眼睛，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豆豆身上。那天晚上，豆豆正在客厅的茶几上画画，水彩笔散落一地，有一支红色的画笔没有盖盖子，在洁白的桌布上晕开了一大片刺眼的红字。那一瞬间，林姐脑海中紧绷了一整天的弦断了。她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块脏了的桌布，她看到的是混乱，是失败，是某种因为疏忽而即将崩塌的人生。她冲过去，一把夺过孩子手中的画笔，声音因为尖锐而变得有些扭曲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东西用完要归位，你怎么永远这么邋遢，永远这么让人操心？你看看谁家的孩子像你这样，连支笔都管不好，以后还能干什么大事？豆豆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吓得瑟瑟发抖，他本能地缩起肩膀，双手护住那张还没画完的画。那是一个想要送给妈妈的彩色气球，现在却被他慌乱的手指揉皱了。他眼里的光在那一刻像被风吹灭的蜡烛一样，瞬间暗淡了下去。他没有哭闹，只是学会了那种让林姐后来回想起来心如刀绞的沉默。那是一种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面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防御姿态。林姐并不知道，在那一刻她不再是母亲，她是那个在此刻掌管着孩子生杀大权的巨人。她是那个因为自己对生活的无力感而迁怒于弱者的霸凌者。她把在职场上不敢对主管发泄的憋屈，把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全部打包成了为你好的毒药，强行灌入了这个8岁男孩稚嫩的喉咙。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。这样的场景难道仅仅发生在林姐身上吗？回望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也曾无数次在深夜里审视那个焦虑的自己。记得有一次，仅仅是因为孩子在出门前穿鞋慢了几分钟，因为他在这件对我来说易如反掌的小事上表现出了笨拙，我便感到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。我站在门口，居高临下的催促，言语中夹杂着不耐烦的叹息。那一刻，我内心深处的潜台词其实是，你的慢映照出了我的无能。如果连出门都这么费劲，是不是说明我教导无方？是不是说明我们在这个追求效率的社会里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？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我们将孩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，视为一件展示给世界看的作品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生命。当作品出现瑕疵，所谓的工画师便心生嗔恨。华严经云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我们父母的心念就是那支笔，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匮乏、焦虑和比较，你画出的孩子底色注定是灰暗和瑟缩的。
我们常常误以为不打骂就不是霸凌，其实霸凌有着更隐蔽、更具腐蚀性的面孔。在这个信息过载、人人自危的时代，我们太容易陷入两种典型的精神霸凌陷阱。第一种是精准剪裁式的霸凌，就像园丁修剪灌木，我们手里拿着一把叫标准的剪刀，看到孩子喜欢发呆，我们剪掉，说这叫浪费时间；看到孩子喜欢在泥地里打滚，我们剪掉，说这叫不讲卫生；看到孩子想哭，我们剪掉，说这叫软弱。我们试图把孩子修剪成社会流水线上那个最标准的零件。我们盯着孩子的成绩单，就像盯着股票的 K 线图，红了就喜笑颜开，绿了就如丧考妣。我们在饭桌上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残忍的话：妈妈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，你如果不优秀，怎么对得起我？这种情感勒索是比体罚更沉重的枷锁，它让孩子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负债。第二种是透视掩饰的霸凌，我们总是急于否定孩子的当下，去预言一个灾难性的未来。孩子今天弄丢了一块橡皮，我们就预言他将来会丢掉工作；孩子今天不想叫人，我们就预言他将来情商低，混不开。我们将成人的复杂逻辑和生存焦虑粗暴地投射在孩子单纯的行为上，这种投射就像是在原本清澈的湖水中倒入墨汁，让孩子在认识世界之前先学会了恐惧。真正的教育不应该是控制狂的独角戏，而是一场关于接纳的修行。当你发现自己即将因为孩子的不完美而爆发时，请试着进行这样一个微小的心理练习。这不需要你坐在蒲团上，就在你站立的那个当下，试着把那一刻的画面在脑海中定格，看着孩子惊恐或倔强的脸，深吸一口气，把即将冲口而出的指责硬生生地吞回肚子里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：这股怒火属于我，不属于他，这是我对失控的恐惧，而不是他的错。然后试着把身体的高度降下来，蹲下来，直到你的视线与孩子的眼睛平行。不要急着说话，先去感受，想象你自己就是那个小小的孩子，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愤怒的巨人，你会多么无助。在这个平视的瞬间，你会发现所谓的问题往往只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。那个打翻的牛奶杯不是为了惹你生气，只是因为他的小手肌肉还不够协调。那个糟糕的分数不是因为他懒惰，可能只是他暂时还没找到学习的方法。伸出手给孩子一个拥抱，或者仅仅是摸摸他的头，这个动作不是为了原谅他，而是为了通过肢体接触把你从愤怒的幻象中拉回到爱的实相里，告诉他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收拾，或者我看到你很难过，想不想跟我说说？这种转变就是从霸凌者到守护者的跨越。我们要明白，孩子若是平凡，能够承欢膝下，健康快乐地度过一生，那便是莫大的福气。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能够拥有一个情绪稳定、人格健全的孩子，远比培养一个虽然功成名就却内心千疮百孔的成功者要珍贵得多。若是孩子天资聪颖，能够展翅高飞，那我们就做那个在地面上仰望的人，为他的每一次振翅而鼓掌，而不是试图用线牵住他的脚踝。真正的爱是如其所示地接纳他，而不是如你所愿地改造他。接受孩子的平庸，这本身就是父母最高级的修行。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引导，而是意味着我们终于学会了尊重生命的节奏。正如我们不会因为玫瑰花在冬天没有开放而责怪它，也不会因为月亮有阴晴圆缺而对它发怒。孩子是自然的产物，不是工业的制品。愿我们每一位父母都能修得一颗如明月般的心。想象一下，今晚的月光洒在窗前，月亮从不喧哗，它只是静静地悬挂天际，它照亮行人的路，
却从不试图去改变路的方向。他温柔地抚摸大地的轮廓，却没有任何温度去灼伤花草的嫩叶。愿你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这轮明月，当他在黑暗中摸索时，你给予光亮，而不是指责他为何看不清；当他在寒夜里独行时，你给予陪伴，而不是嘲笑他的孤单。你的存在应该是让他感到安全、被看见、被接纳的理由，而不是他想要逃离的梦魇。最好的教育终究是让孩子在爱中认识真实的自己，在接纳中长成他本该成为的模样。这不仅是放过孩子，更是放过那个一直紧绷着、焦虑着的你自己。今夜请放下那把刻刀，熄灭那团怒火，只是静静地去爱那个不完美但独一无二的孩子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